彤彤失踪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们没搞错吧？哦，请抽烟。不必了，罗先生，这只是我们的推测。所以说，我们来您这儿了解一下情况。童小姐毕竟是你公司的员工，她可不是普通的员工，她是公司的运营总监，我的助理。所以我们先到您这儿来。您最后一次见到童小姐是什么时间？哎呦，我还真的没有留意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没有留意。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怪，如果有一个人天天在你眼前晃，你可能就不太留意了。可这人如果突然失踪了，你不会觉得不适应，感觉缺了点什么？对对对，没错。我说今天怎么心里空空的？原来是彤彤啊！哎，小莫，彤彤真的失踪了？莫先生，警方办案是要求证据的，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你的女朋友失踪与陆先生有什么关系。就因为他是老板，就因为他是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，你们警察对待普通老百姓可没这么客气过。我可是亲身体验你们警察是怎么对待普通人的。莫先生，不怕告诉你实情，这个案子是市局领导亲自督办的，不然的话，我这个大队长也不会亲自办这宗人口失踪案。我的话你明白了吗？冯大队长，对不起啊，小天的心情。不必说了，警方办案会讲究证据，查明真相。如果说你们有什么线索和消息，请及时通知我。就这样。得，好不容易找到警察帮忙，你倒还把人给得罪了。得罪就得罪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谁也指望不上，我自己找。就算找到天涯海角，我要找到彤彤。彭队，车找到了，情况怎么样？基本可以确认，失踪者驾驶的摩托车是宗盛牌摩托。完了，完了。二手车市场你们也去了？我们去了，但是二手车市场只交易二手汽车，二手摩托得到专卖店去问，这不又赚回来了。干嘛了，福山？散步啊？啥事儿？哪能看到你这种脸？梦里闪吗？隧道案刚有眉目，后续情况千头万绪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总不能让人家说你扔下公事去办家事吧？
喂，刘局，我是舒心，我收到您发的彩信了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没见过，这个人是谁？李月林根据隧道案的嫌疑人描述绘制出背后的主事人，他用的名字是张云，但已核实，这是个假名。姐，医生怎么说？什么？还有多长时间？姐，等妈清醒的时候，你帮我跟她说一声，儿子不孝。我现在回不去。姐，姐。别出息了，就这么大的地儿。子孙，把灯开开。这个舒心，接谁电话呢？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你们谁听说过一个叫张云的？怎么了，舒心？预审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这个张云就是隧道案的主谋。李月林已经核实过了，他的身份信息全都是假的。舒心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咱们去冯燕家的时候？跟我想一块儿了。如果这个张云就是整容后的马博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查不到他的任何信息。舒心，你真知道马博整容这件事儿？我也是在诈冯源，可他当时并没有否认，是吧，洪波？没错。我说你们就别再想马博了，咱们还是好好想想一会儿怎么对付王福全吧。我说这个刘局也真是的，怎么还不下命令呢？刘局，刘文正的口供你是从哪儿得到的？老婆，现在需要做出一个决定。在家的局领导就你我2个人，你是想采取行动？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不管同意不同意，必须有个态度。仅凭一份口供，妥当了。王福全毕竟是大队长一级的领导。既然如此，我只有按照组织程序向上级请示。等等，你让我想想。早知道王福全会出事，只是没想到会是这种形式。其实很早以前，我就收到过一些揭发王福全收取黑钱、私放嫌疑人的材料，只是那时我不想强调什么理由，相信你能理解我想说什么。
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，你的决定跟我是一致的？我是刘斌，按照议案开始行动。是。开始了。洪波，开手机。好。龙波，你个王八蛋，你这一天跑哪儿去了啊？赶紧告诉我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怎么样？你不在队里的这些年，我这手机一直没关，24小时，任何时候。王福全都能找着我。我这回一关手机，我听了，他是真发疯。王福全这人心眼太多，他冷静下来，也许能咂摸出味儿。他早已经咂出味儿来了，不过现在他已经乱了心绪了。王福全会发疯，有一半是冲着刘文正。王福全没朋友，刘文正是他最信赖的一个，就像他的半条命。刘文正这次一失踪，王福全会感觉天塌了。运200两，省着你胡思乱想。他老是想上手，好像对我的包有兴趣似的。您最后一次见到童小姐是什么时间？爱只在大家里头，怎一生列位的宾朋，听从头已不是香门，杀人头，老陈，杀人头，而不是歹人把城头。老陈，听我倒说话了吗？今天警察来找我了。你这人可真烦呐！你等我把这段唱完了吧。他怎么样了？你真的把他给……什么怎么样？你心里跟明镜似的。怎么样，老陆？你看看，让我说着了吧？其实你早就看上人家了，你还跟我假模假式的说，你让他当你的助理是树立你们云天阁的正面形象，怎么样？你凑合给我活着吧你。去年今日，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
人面不知何处去。哎呀，行了，老陆，你过去是不是开过醋厂啊？啊？你身上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儿？我告诉你，你好好想一想啊。你身边那些对手都怎么一个个的消失的？如果要没我陈亮给你撑着腰，你早他妈不知道让人给你剁了多少块儿。怎么着？你准备为这么一小丫头片子跟我翻脸是吧？老陈，我是说，今天警察来找我了。那太正常了。我要是警察，我也得找你呀。谁让那小丫头片子是你的助理呢？一个大老板身边跟着一小美女，这小美女失踪了，是人他都会去想啊。这小美女的肚子肯定是让人家给搞大了，哎，要要挟这老板，所以吧，老陈啊，这没影的事儿，被你一说跟真的似的。哎呀，我就不知道你怕什么。这公安局不就跟你姥姥家一样？哎，这局长，他就跟你，就算是你的亲舅舅吧，你也得做做表面文章，配合人家工作，装样子嘛，是不是？可这回来的不是我熟悉的那些人。那是谁呀？不是市局的，是分局刑警大队的冯大队长。分局的，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失踪案来找你。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儿？你他妈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，躲他妈宾馆干什么呢？弄得黑洞洞的，灯打开。志怡，王队长，请坐。我现在代表局里对你进行隔离审查，请你把枪支和通讯工具上交我们保管。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？希望你能配合。淑贤，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？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，这样更靠谱。老婆，这次行动除了执行人员，局里知道这件事的，就你我2个人，与信任无关，只是为了避嫌，咱俩相互做个证人。我相信你能理解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骂我，淑行，别得意，等将来老子出去了，再想办法收拾你。你出不去了。我们既然把你请到这儿来，就绝不会给你一个翻过来再咬我们一口的机会。想做掉我想问问，
你们怎么做呀？是掐死我，还是闷死我，还是把我打晕了找个地方埋了？这样都可以，反正也查不出来，因为你们都是刑警，知道如何销毁证据。嗯？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你俩是一个警校毕业的吧？老师如何教你们审嫌疑人的啊？关键是得让嫌疑人多说话，因为言多必失。只要发现那么一点点线索，一点破绽，就穷追猛打，直到他吐口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们两个真是个好学生。我今天既然来了，我就陪你们好好玩。起来！起来！袁冰，对待王福全这种人，你不能着急。他不是喜欢演戏吗？你就让他演，他一会儿就演不下去了。舒心，咱们现在没有时间。我才刘局拖到天黑才下命令行动，否则明早一上班。谢谢。不用我说，你心里也明白。我不是头脑发热才把你扣在这里。现在就算开审了吧，你只有24个小时的时间。我再给你24个小时，因为上级肯定批准了你延期扣押的申请。不过，你最多也就48个小时。眼睛别老盯着刑事拘留法律条文。我敢把你扣在这儿，就有把握让你出不去。你是党员，受党章的约束。党章没有规定双规的期限。是你先说，还是我先说？好，那我们就从王群潜逃出境开始说起，因为这是你干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。用你的话说，你一脚把我踢进了泥坑里，到现在都洗不干净自己。没想到我跟你翻旧账了。你更没有想到会成为我的审问对象吧？
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日子长着呢。你的好日子永远没了，因为我手里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，是你给王群发的消息，才使我的围捕计划失败。是你协助王群从警方布置的天网中溜了出去，并潜逃国外。而你做的这一切事情，用的都是刘洪波的手机。有证据拿出来。看清楚了吗？洪波，这是你的手机吧？你的手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算你们查出了当年发出的短信，怎么证明是我干的？就凭他，空口白牙一句说把手机借给我了，你们就想把协助黑老大潜逃的罪名栽在我身上是吗？王福全，急了，洪波，我要是你我也急。手机是你的吧？信息是从这手机发出去的吧？证据确凿，无可抵赖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发信息的人到底是谁？你们有什么证据就证明是信息是我王福全发的？啊？有证据吗？啊？进来。李志，你找我？你知道王福全在哪儿吗？我就白天见了他一面。在哪儿？就在军院，在走廊上，我看他一个人走来走去，我还问他是不是在散步呢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在想事，然后别的。刘冰同志，你设计过自己的人生吗？啊，我是说，童年、小时候、小学、中学，或者是参加工作以后。看来你自己设计过。不瞒你说，我还真设计过。能说说吗？其实特简单。我第一次有主宰自己命运念头的时候，还不满6岁。多少？差1个月，满6岁。你真够早熟的。你知道因为什么吗？因为一个女人。不过在那个时候，对我来说没有女人的概念，可以说是一个阿姨。一个相当漂亮的阿姨。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住在公共汽车站附近，每天有无数的公共汽车开来开去。你知道，那个时候的孩子没什么可玩的，我最大的兴趣就是看汽车。20米长的大通道，尾巴冒着黑烟的老黄河牌的汽车，还有车顶上甩着2根大辫子的无轨电车。我那个时候快上小学了，觉得自己长大了，父母也不怎么管我，就任由我去玩。
于是乎，我就每天坐在马路牙子旁边，看着开来开去的公共汽车。哎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一辆汽车坏在车站里，所有的乘客都下车了，只留下一个司机和一个乘务员守着那辆汽车。我特别高兴。哎呀，我就认为这辆车是为我坏的呀。我就欣赏那辆巨大无比的公共汽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售票员突然冲我笑了一下。哎呦，那个笑容特别漂亮，真美，一点不吹牛。我觉得那个笑容是我这辈子见到过的最美丽的笑容。后来呢？后来我不说你能猜到。我再看公共汽车的目的就不一样，我就专等着有那个漂亮售票员阿姨的那辆公共汽车。不知怎么回事，我一见到她就特别的满足。哎，那个汽车一开进站，她第一个肯定是看我，然后冲我一笑。车开走的时候还冲我摆手再见。哎呦，我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我就接着等她下一趟回来。真好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有这些记忆真好。哎，刘局，你想去洗手间吗？啊？我想方便一下，要不咱俩一块儿去？啊，好。王福全，咱俩把旧账先放下，问你个人名儿，刘文正。你不会说你不认识吧？很好，你没有否认，那就给我们讲一讲你和刘文正的故事。要不要我给你提个醒？2天前，你和刘文正见了最后一面，然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怎么了？不想说？云碧啊，你跟他说。王福全，有句话是你对刘文正说的，其实当警察未必清苦，只要你稍微动动脑子，什么都能有。你是这么说，也是这么做的。我先说几个案子，你好好想一想。06年119案，当时你还没有升到大队级别，还在洪波现在这个位置，重案队队长。你们打掉了一个吸毒贩毒团伙，可是第2天你就将其中的3个人给放了，理由是贩毒事实不成立。事后你交给队里15000元钱，说是吸毒嫌疑人缴纳的罚款。实际上，你是收了这3人家属通过刘文正转送给你的每人10万，总共30万元的黑钱。07年423案，也就是坊间流传的刘氏兄弟伤人致死案。明明有证据证明刘氏兄弟是黑恶势力团伙成员，涉嫌报复杀人，但2个兄弟落网之后，你却给李月林写了一份报告。哦，我差点给忘了，当时你已经升到重案大队副大队长。你报告的内容是，死者此前对刘氏兄弟有伤害事实存在，
刘氏兄弟是在争执的过程中失手致人死亡，并且积极赔偿死者家属20万元，以求得死者家属谅解，不再追究。建议不做刑事案件送检察院批捕，你做刑事拘留15天，罚款3万元。李月林在你的报告中批复同意，但其实刘氏兄弟家人为捞出这哥俩，拿出了100万。这也许是你一次性收取的最大一笔黑钱。还有08年，够了！你们居然背地里搞领导的黑材料，怎么？你也急了？被人剥光衣服的感觉不好受吧？王富全，有句话你一定听过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还有句老百姓的土话，我一块送给你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你没干过的事儿，别人想收集材料也没处去收。你手要不黑，不帮别人办事，别人凭什么大把大把的送钱给你？我刘冰。好，我同意你们的请求，抓紧时间审讯，不要给他一点喘气的机会。老婆，王富全已经交代了一些犯罪的事实。同意我们继续审问。现有的证据足以定死王富全了。咱们要打的不是苍蝇，是老虎。你想想，没有人撑腰，王富全他能有今天吗？他敢这么嚣张吗？再说了，还有那么多的谜团，咱们都没有解开。江哥，隧道案破了，破了，抓到5个杀手，全是境外的，说话就跟鸭子叫一样。都是境外的。都是境外的，那主谋呢？主谋是谁啊？主谋没有找到，是一个叫张云的人，用的是假名字。有照片吗？没有。啊，我们根据杀手的描述绘了一张图片。就是这个人。强哥，你知道这个人？有点面熟，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壮哥，还有一件事情。坐吧。说。强哥，王富全可能出事了。我一直联系不上他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多久了？下午到现在，他的手机一直没有开，也没有人见到他。几个小时能说明什么问题啊？
大惊小怪。不，强哥，这2天啊，我就觉得王福全啊心神不定。本来要找他聊一聊的，可没想到，而且王福全的手下刘洪波也找不到。刘洪波跟舒心走得很近，还私下里查过老鬼的案子。微笑看生死一线，站在了命运中间，只为让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不管正写在南边，相信天也有法眼，乌云永远遮不住晴天。心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远，想起情人牵挂的脸，生气凝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熬过冰冷的昨天，置身于是非面前，只等待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尽管说生命有限，但爱没有临界点。铁血汉子，但柔情不变。安慰抛在脑边，爱心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远，想起情人牵挂的脸，生气凝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